们来到北埔喽，今天我们又来到熟悉的北埔。这是我们很常来的一个假日景点。那我们现在是大概中午11点半。我们今天来北埔主要是为了我们等一下要去参加很棒的活动，一个很棒的活动是麻布山林。对，麻布山林的活动。今天的活动其实是麻布山林每年都会举办的一个小活动，就是萤火虫。对，就是看萤火虫的活动。那萤火虫是晚上啦，然后我们只是白天会去参加麻布山里面的小活动。参加活动大概是从下午1点开始，所以我们先来北埔这边吃个午餐。然后等一下，我们再去麻布山林。对，那麻布山林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地方，但是可能对很多人都不太熟悉，因为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的。其实如果有订活动的话，团体好像是可以申请进去的。对，但是活动其实很少公告，其实好像也都没有什么对外宣传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北埔这间北埔当地的庙后面。对，这里就是北埔人的信仰中心。好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可能去吃板条。我们通常都来这里吃板条，喝擂茶就结束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去吃饭喽。好啦，小朋友出发。我们现在点了这个老街板条的2份炒板条，然后一个油豆腐肉卷跟卤大肠，还有1份炒水莲。点一些家常的菜。我们通常来都是吃这一间老街板条，好吃。享用客家美食后，就前往麻布山林喽。麻布山林，好，我们到麻布山林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参加的活动，2025麻布山林萤火虫季。好，这个麻布山林其实是明基集团的训练基地，还有住宿，他们的员工宿舍。我们先来到麻布山林的主建筑麻布山居，山居旁有园区里唯一的商店山林小铺。这里其实是一个推广永续的产品平台，除了有北埔在地小农的健康农特产，也有结合森林循环的天然洗沐用品，以及一些文创商品，可以来逛逛挖宝。接着进到麻布山居的大厅，我们的活动行程就要正式开始咯。第一站是室内课，老师用绘本跟小朋友讲萤火虫相关的故事，算是为今天的生态之旅拉开序幕。我们刚刚去听完萤火虫的故事，然后现在准备去下一个行程，要去另外一间教室上课，去草堂。我们等一下要去闯关哦，那边做 DIY， 这里就是草堂，这边是2间教室。这站准备上手作课，这个手作很有创意，彩绘萤火虫造型的材料，再缠上 LED 灯，火锅布丁就成了2只小萤火虫。静态课结束，小孩们的放电时间正式开始。大哥哥大姐姐设计了6个游戏关卡，像是这个无敌金箍棒、勇者探险网、暴汗的大拔河、考验平衡的猪行千里。布丁很快就电量耗尽。丁博现在看起来比较累了，他想休息。好，那我们这一组我们就先带丁博先来 check in 哦。来简单开箱今天入住的房间，一进来有个小玄关。这次的房型是双人房加1床，整体设计算是简约舒适。阳台望出去就是园区的草坪及绿树，视野非常舒服。玄关空间蛮宽敞，可置放行李跟鞋子。浴室的部分采用干湿分离，没有浴缸，整体干净明亮。好，
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过完5关了，现在是第5关的休息，等一下要挑战第6关。阿果有没有累累？没有。有吧？他的整个头都已经湿成这样子了。阿果刚刚跟妈妈一度都想要放弃，我们要放弃第6关吗？嗯。我们决定放弃第6关了哦。拜拜。我要放弃第6关了。因为太累了吗？太累了吗？啊，没有，太热了。热爆了。 1 hour later. 我们准备来吃饭了。2楼。这里是富生，也就是麻布山林的餐厅。结束下午的活动，大家从中午到现在也饿了。以前有吃过富生的合菜，这次晚餐是自助餐的形式。好了，今天的晚餐是自助餐，自助餐的菜色其实不错。富生的自助餐品项比预期还丰富，从新鲜的生菜沙拉，多到精致的中式料理，到汤品、甜点、水果应有尽有。每道菜的口味都有不错的水准。放电后的傍晚，舒服的享用这餐，就要迎接晚上的重头戏——夜教看萤火虫喽！好了，那我们吃完晚餐了。要去看，吃得很饱。阿果，那我们现在大概是几点啊？现在是6点40。那我们等一下是7点半才会在那个草皮集合。已经到7点半的集合时间了。那现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贴纸，我们这一组是蓝雀组。哦，你也有蓝雀在外星人在这里。我们现在跟着带队的你不要弄这个会戳到别人的眼睛。婷婷开始拿着她的手电筒在那边玩了。我们看看跟着麻布山林的哥哥走，会不会今天可以看到一些开亮夜间的动物呢？其实我们每次假日都会来，很常来这边，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在晚上的时候对，来这边晚上不知夜道，我游不。知道这边也有萤火虫哎，我们通常都是在外面看。萤火虫要来了，这里。这边上好多。 1 hour later. 好，那今天的话，晚上就好好睡觉，不要吵爸爸妈妈 ，OK 吗？好，我们刚刚已经从萤火虫的夜间探险回来，然后那我小朋友们都洗完澡了，准备要睡觉了。你们要说说今天的感想吗？今天有做什么活动？看到哪一些昆虫？树啊，好，还有嘞。有看到树啊，还有萤火虫。超多萤火虫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主要是来看萤火虫，但是刚好我们的那个，还有看蛇。我们的谁？我们的老师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他很了解蛇，对不对？他还带了一只蛇叉，然后带我们去看整个麻布山林里面有很多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的生物，原来他们都躲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看到超多只飞鼠的，那些飞鼠都在很高的树上，他们也要拿很厉害的手电筒才看得到，一般人根本看不到，不会去注意，绝对不会有人看到。他们要拿那种很厉害的手电筒投到树上才照得到。然后一开始有看到穿山甲的洞，但是没有找到穿山甲。还有拿那个棍子去戳，对不对？洞有很深，洞很深。还有看到什么？兔子。兔子、野兔，野兔就在那个大草皮里面，刚好被我们看到，所以都没有遮蔽物。最后我们快要结束的时候，突然哥哥就找到蛇了，然后哥哥为了给你们看，还把那个蛇抓起来。然后他的手还被咬流血了。对，那个老师还被那个蛇咬，对不对？他有流血吗？我刚刚没看。超多血的，我看他流超多血的。流超多血的，为了给你们看，流超多血的。这是今年在麻布山林第一次参加萤火虫的活动，应该算还不错。今天刚好天气还不错啦，没有遇到下雨。一开始有一点点毛毛雨，还好没有变大。毛毛虫雨啦。毛毛虫雨啊，是毛毛雨啦。很好玩啊！我觉得这次的其实今天主要的活动就是那个啊，就是夜间探险哈。白天的那个什么闯关，其实那个只是让你们玩的，好，那个其实玩到2个都超累，连阿果都累了。
对不对？但其实那个没有很重要，重点还是今天晚上，因为有那些专业的老师带我们去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去年也有来探险啊，去年来探险什么都没看到，青蛙在那边叫，那么小的青蛙都找得到。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睡，那明天早上我们还可以再去绕一圈，好，就跟我们今天晚上绕的一样，我们明天早上还可以再去绕一圈。好喽，那我们要晚安喽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来，我们进来吃早餐了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吃饭了。我们的早餐也是自助餐，也是还不错，还蛮丰盛的，很多种选择。对，也是西式、中式都有。我们等一下来沿着马布山林的园区走一下。环山步道的话，基本上就算了，因为环山步道大概，其实这个我们走过，这个还蛮好走的，应该半小时差不多到1个小时以内，带小朋友应该就走得完了，而且就是平平的步道而已。但是因为现在下雨，真的不适合。好，我们昨天是这样子绕，对，绕到荷塘再走回来这里。还没有，我们可能要走到最后面，迎风路，对，走到最后面，哇，那我们再绕回来，对，其实就是整个园区都有绕到。我可以看看上面，搞不好会遇到飞鼠哦。我们慢慢前进，都要很小声的慢慢前进。我们发现一只山羌，我们超幸运的看到山羌，小心一点，它了哦，讲话都要轻声细语哦。上去了。这一条就是枫林步道，这是昨天我们晚上就是先走这一条看萤火虫，没错。所以这一条的萤火虫其实也蛮多的。我已经拜完了。里面有一座小的土地公庙。走那边。这一间是永山馆，这个主要就是集团的训练的地方吧，里面应该有很多会议室跟教室。这一间我就没有进去过，但应该是很多老板会在这边开会的地方。这里就是一片很大的草皮，小朋友们如果很多人来这边，基本上空间超大的，可以在这里放电放一整个下午都没问题。我找到了，阿果，你找到什么？兽草，就是兽草，这个也是昨天的导览员老师介绍我们才认识的。这是最漂它亮的，是长在草皮里面的一种粉红色的小草。这边就是我们住的麻布山居。我们退房了，到现在大概也已经11:03了。对，刚退完房，那我们就住到最后。对，住到最后一刻。其实麻布山林的玩法大概就是这样，通常都是来参加一些小活动，2天1夜的小活动。那吃完早餐，稍微在园区散步或是玩一下。那因为今天主要是下雨，所以也没有特别玩什么。我们其实来这边参加2次活动，一次是跟那个稻米，对，南埔村的小活动，南埔村的活动。然后这次是萤火虫，我觉得比较起来萤火虫的好很多，因为有生态导览员啊，有生态导览员就可以让夜游比较有趣，而且认识很多这里的生物，主要还有萤火虫。萤火虫超漂亮的。其实我们也来看过很多次萤火虫了，连续几年我们都来。可是有人导览真的有差，因为你会认识更多东西。其实这个园区仔细想想，果虫刚出生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都会常来了，因为从他们还不太会走路，可能就会带来小 baby 就带过来了，因为阿果小 baby 就来过了。对啊，因为带来园区是很安全的。对，而且人很少，尤其是疫情期间，我们没有地方去的时候，都来这里。都来这里，通常没有办活动，你平常的假日来基本上没什么人，几乎没人。对啊，几乎没人，所以通常就在园区里面悠哉的挖沙逛一逛。其实放着小孩到处跑都很安全，很适合带小孩来放电。然后大一点的小朋友来这里可能会觉得无聊。我们以前也有在这边野餐过，还有看落羽松。看落羽松，秋天的时候也有落羽松，秋冬的时候11、2月那时候会有落羽松，没错，在这边看也都蛮漂亮的，这是个秘境。好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在麻布山林的2天1夜小活动。拜拜。喜欢我们的，订阅再开启小铃铛哟，拜拜。